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在西安。今天我们来走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了。这个地方是长宁宫，就是当年蒋介石在西北的行宫，他在西安居住，在这里居住过好几次。我们来看一看他居住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蒋介石行宫是上个世纪40年代左右修建的，当时属于抗战时期，黄埔军校的分校也在西安，从而呢，蒋介石经常要来西安办公以及视察工作。于是当时在西安的胡宗南就为蒋介石在这个半山腰修建了这样一座行宫。在那个时期修建行宫肯定是要考虑安全隐蔽，刚好呢，这个行宫是在一个半山腰，外面的话是发现不了，因为周边呢全是树木，同时呢也离当时的黄埔军校比较近。我们站在这里呢，还能看到不远处的秦岭，离秦岭的话也就几公里。上个世纪，蒋介石和宋美龄多次来过这个行宫居住，同时呢，在行宫旁边还有他们2个人亲手种植的桂花树，从而这个地方可以算的是蒋介石在西安的秘密住所，也是蒋介石在西北的唯一行宫，里面的设施设备相当齐全呢。在行宫后面还有防空洞、暗道等等，在这里还有一幅壁画，介绍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他母亲当年来过这个地方，所以叫做长宁宫。我们往前走一走，从这边等于是这里一个亭子，然后翻过亭子就到他那个蒋介石居住的地方。蒋介石大家非常熟悉了，这个也没必要什么介绍的了。我们主要是看看他居住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这里还有一个祈福亭，灵感石祈福亭，祈福家庭、事业、爱情这些，很多地方都有啊。这是一个六角亭。建于1940年，也是整个行宫的最高处。在当年蒋介石来到行宫居住的话，经常会在这里休息、看书、喝茶。就是说，蒋介石吃完饭或者是办完工，就会来这个亭子里面坐一坐。所以说，这个亭子留下了蒋介石的足迹。同时呢，在那个时期，如果蒋介石要了解西安乃至陕西的一些事情，他就会要求那些属下来这里跟他交谈。所以说，这里就是一个休闲的场所，同时呢，也是一些交谈的场所。蒋介石经常也会在这个亭子这里看向远处的秦岭，大家看一下秦岭壮不壮观？南北的分界线呢，非常高啊。其实，在秦岭上面有很多秘密啊，有一些到现在还隐居的人在里面。秦岭下来就是关中平原，然后翻过秦岭呢，就是汉中盆地。也可以称之是汉中平原。看完亭子，我们就来到行宫里面最核心的地方——宋美龄和蒋介石生活娱乐的地方。第一间房屋就是宋美龄化妆、学习、娱乐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的布局。首先看到的就是钢琴。其实只要在宋美龄居住过的地方，基本上都有钢琴。你像庐山的，还有南京的都有。因为宋美龄啊，她出身比较好，从小呢学习了很多东西，可以称得上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同时呢，她的外语也很好。我们经常看影视剧中也能够看到宋美龄经常跟外国人一些交流。这房间还是挺大的，不光是有钢琴，在远处呢应该是她梳妆打扮的地方，还有一些放衣服的。在当年可能比这个里面的东西还更多，因为假如说其他人来找宋美龄的话，很有可能就在这个房间交流。在宋美龄化妆旁边的一间房屋就是他们的卧室，这看起来也挺精致的。据说里面的空间是非常大，我们现在走下去看看。这里就是卧室，它是一个8面菱形，总的面积是将近130个平方。其实呢，也不单纯是一个卧室，它是分为内外的。现在这里应该算是书房，就是蒋介石简易办公场所。在旁边呢还有个大的办公区，里面呢有沙发、有桌子，正前方墙上还有蒋介石的画像。那么蒋介石有时候会见客人，就会见他的属下，应该是在这个房间。这里呢还有中山先生的像。那里面呢才是真正的卧室。这8面形明显看得很清楚了，墙都是菱形的。这里呢有躺椅，还有一些座椅。旁边这个就是蒋介石的床，当年他可能就是在这里休息。旁边还能看到衣柜、更衣镜等等。在远处呢还能看到蒋介石的照片，
那个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照。其实只要在蒋介石的别墅或者行宫，都能看到他们的结婚照。我们在庐山也看过一次了。这个卧室的面积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差不多有90到100个平方左右，因为比外面的那个书房更大一点点。大家觉得这个卧室如何？这样看起来里面的物品也不算是太多。在卧室旁边，这里有很多窑洞，这里就是蒋介石当年的警卫人员居住的。同时行宫里面的暗道防空洞就在这个山里面，如果碰到紧急情况的话，蒋介石就躲入到这个防空洞里面。在卧室的旁边就是蒋介石的大办公区，也可以称作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室。行宫在1940年建成之后，在1941年到1947年，蒋介石3次来到行宫居住，就相当于3次来西安，都是住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地方处理日常事务。那么蒋介石不光是在这里处理公务，他还会会见一些他的属下，比方说胡宗南肯定会在这里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同时呢可能会召见黄埔军校在西安的分校那些学生或者教员等等。所以在这个地方当时呢基本上每天都有很多人过来向蒋介石汇报工作的。说到蒋介石，宋美龄非常喜欢树啊。我们去南京看了一下，特别是在南京那个紫金山旁边呢，很多梧桐树。我们常说南京最美的道路都在紫金山那边。宋美龄呢，我们刚才说了，算是一个才女，同时啊，她也比较喜欢种树。其实在很多地方，她生活过的地方都有种植一些树木。像前方看的这棵树木呢，是一棵桂树，也是宋美龄和蒋介石在上个世纪40年代栽种的，到现在已经80多年的历史，看起来长得还挺不错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很多地方啊都是种植桂花树，可能是宋美龄比较喜欢桂树，所以才会栽种。你包括宋美龄也喜欢梧桐树，所以在南京啊有很多梧桐树。你像南京的美龄宫，完全是被那些树木包围着，所以说这个地方算是留下了很多蒋介石和宋美龄生活的痕迹。前方看的这个房屋是整个行宫里面最大的，这个就是当时的食堂以及议事厅。因为一旦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到这里居住，那么其他的人员也很多，比方说保卫人员还有工作人员等等，所以他的食堂议事厅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一点。其实他这个房屋挺有特色的，跟我们现在的房屋不一样。你像它是不规整的，我们常说6边形、8面形等等。我们这几年走了全国很多地方，其实在以前呢，房屋都有它的特色，每个时代都有吧。你像古代的宫殿式的，或者那些地主大院，南北方就区别很大。这个地方尽管说是上个世纪40年代建造的，但是呢，跟现在也不一样。这个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独树一帜的别墅一样。整体蒋介石的行宫就是这个样子的，房屋建造不是太多啊，因为毕竟是蒋介石短暂的停留地。那么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